看科技新闻云里雾里，不如深入代码一探究竟。AI 什么时候会抢走我的工作？不懂编程能不能用 AI 搞定自己的项目？最近爆火的一系列 AI 编程项目会不会让我失业？懂不懂代码都不要紧，彪哥已经帮你们看懂了。这个视频告诉你，目前 AI 的写码水平 ，AI 替代程序员还差哪些门槛，还有接下来这个领域会有哪些大动作。AI 编程这个事情涉及到很多环节，除了大语言模型本身在编程方面的训练量，还有两个角度可以很直观的看出来目前 AI 编程的发展阶段。一个是 AI 在编程的时候可以用到的工具和环境，还有个是 AI 能同时考虑的信息量，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 context size。先说结论，目前这个阶段 ChatGPT 本身虽然可以写出满足各种领域各种需求的局部代码，但编程是个系统性的工程，人类程序员在编程的每个步骤都有充分的工具和环境用来测试和纠错。在缺少自主测试和纠错能力的情况下，目前光靠大语言模型本身来开发程序是非常吃力的。彪哥觉得目前这个阶段，与其说用 AI 来赋能什么产品什么行业，我们可能可以更多的去思考用什么来赋能 AI。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域现在能实现的效果。目前不少项目在利用 ChatGPT 编程这个方面都做过尝试，其中比较前沿的包括国内一家叫深度复制的公司带头发表的 MetaGPT， 还有最近 GitHub 上爆火的 GPT Engineer。已知 ChatGPT 可以比较好的完成需求清晰的小段代码，这两个项目通过不同的工作流程，想办法让 ChatGPT 发挥最大的作用。比如 MetaGPT 的思路是模拟一套 Standardized Operating Procedure， 也就是一套标准化的工作流程，类似现实生活中的一个软件开发公司，有产品经理来理解客户需求，然后写出具体的需求文档，有设计代码框架的构架师，有具体实现每个代码模块的程序员，然后还有测试人员，通过分工的方式让 ChatGPT 扮演每个角色，把一个可能模糊的需求具体化，落实到每一个小步骤，这样就可以给 ChatGPT 最精确的指令，最小化每一步可能出的问题。GPT Engineer 的做法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比于 MetaGPT 让产品经理直接理解客户需求， GPT Engineer 会让 ChatGPT 判断客户的需求里有哪些模糊的地方，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列出 ChatGPT 在动工之前需要搞清楚的问题，直到用户的回答足够清晰之后， GPT Engineer 才会开始写代码。如果有兴趣了解这些编程类 GPT 的代码构架，可以看一下彪哥上一期解释的 AI Agent。 这些编程类 GPT 也是 Agent 的一个具体化案例，构架上大同小异。这两个 repo 彪哥都试过了，对于最简单的需求，比如说在命令行里做一个扫雷游戏，这种不需要一个技术栈就能实现的需求， MetaGPT 和 GPT Engineer 都能很好的完成。一旦涉及到比如说需要用到图形界面的任务，它就不行了。我试过让它在网页端或者直接用 Python 做 Flappy Bird， 这里的程序会涉及到业务逻辑和可视化框架的沟通。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项目写的代码都有可视化相关的逻辑，可就是跑不出来。比如说 GPT Engineer 这里卡在安装一个 dependency， MetaGPT 这里可视化逻辑完全是空的，还给自己留了个 to do。 这些问题其实都不难解决，单独去问 ChatGPT 它都能给你很好的解决方案。但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引导 ChatGPT 写代码，有个根源上的能力，目前这些基于 ChatGPT API 的项目是不具备的，那就是运行代码和接受反馈的途径，它没办法自己测试和纠错。编程其实有个反复试错的过程，大家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造船，没有人会在陆地上把一艘船搭好之后，在没有任何尝试的情况下直接放上货物，就指望这艘船可以横跨大海。肯定会有个步骤，在你觉得这艘船局部的完成之后，先放到浅水里尝试一下会不会漏水，有没有倾斜之类的，然后再根据情况做调整，小范围测试通过，再扩大测试难度，直到符合出海的要求。编程也是这个道理，你只靠审阅静态的代码而不去运行它的话，你很难知道它跑起来会有啥问题。 ChatGPT 本身虽然有写代码和读代码的能力，但是其他的基本操作它都没有，包括编译和运行代码，接收系统报错，还有观测功能实现效果。说到这里，有些小伙伴可能想到了 OpenAI 前阵子出的 Code Interpreter 这个 plugin。 没错， ChatGPT 通过 Code Interpreter 可以运行自己的代码，也可以接收到代码运行的结果或者报错，然后甚至可以根据报错自己修改代码再重新尝试，通过反复的迭代来接近想要的效果。看起来 OpenAI 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那为什么大家还没有看到相关的应用效果呢？这个功能要普及还涉及到几个步骤。首先，让 ChatGPT 或者任何大模型运行代码的话，都需要给大模型提供一个 sandbox 的 runtime environment， 相当于给 AI 配一个电脑。其次，不光网页版提供这个功能，也需要提供相关的 API 接口，最后再去支持尽量多的编程语言。
这些步骤本身实现原理都不难，都是软件行业里常用的做法。像 Code Interpreter 这个环节 GitHub 上也有开源的实现方式，但作为一个工具，从实验品到大规模普及也需要一段时间。要普及和完善 AI 编程相关的功能，肯定要考虑到这个编程能力所服务的行业，还有就是可能把大模型厂商推上风口浪尖的 AI 安全问题。我们现在就身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前几天 OpenAI 推出了企业版相关的服务，然后顺便把 Code Interpreter 的名字改成了 Advanced Data Analysis。OpenAI 自己也发现了，这个 Code Interpreter 其实目前最实用的领域就是做数据分析。目前只支持 Python， 不光是因为 Python 是数据分析和 AI 领域最常用的语言，而且从 AI 安全的角度考虑， Python 是个 interpreted language， 提供 sandbox 会相对简单，更容易在代码运行层面做管控。大家想象一下，像刚才我们看过的 MetaGPT 和 GPT Engineer， 如果能用到 Code Interpreter 的功能，让 AI 自己运行和迭代代码，再结合各种各样的 SOP 或者工作流程，可以预见 AI 的开发能力会有很大的提升。这是不是意味着 AI 很快就能替代很多程序员了呢？不一定。除了给 AI 提供足够的编程工具和环境这方面的基础设施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条件限制着 AI 的编程能力，那就是 context size。篇幅有限，彪哥会在下一期视频带大家看懂 context size 在编程上意味着什么。关注彪哥，带你深入代码，看懂技术发展的第一手消息。